你知道驾照不会过期这件事情吗？真假的？所以你考过一次就 always 有一条规定是，你现在不用换驾照，因为以前驾照是每隔几年你要换去跟他换。对啊，我印象中也是这样。对对对，但现在驾照不会过期，你不用换。嗯，对，它上面的有效期限过了就是过了。这样很多三宝所以这样就是三宝就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就算要换驾照，也有很多三宝了。哦，对吧？因为你只是去换，你也不用重新考试还怎样的。我觉得要就完整，你不只要换，你还要考试。他换就只是纯换而已。对，哦，那这没意义啊，对啊，只是做个样子而已。对啊，对啊，对啊。哦。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医师，我草草。我们老大阿杰，他今天成功被我们的临时给骗过来了。他在看你的手，嗨，你看阿杰，手一举起来，他在看你的手。你继续吃你的茅草。在干嘛？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的主题你有跟宠物道别的经验吗？没有因为每次宠物都会莫名其妙消失。像我之前养的那个斗鱼，就被我弟换水换到跑到水沟里面，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回来就发现说，我的斗鱼呢？然后就被他倒掉了。换水换到鱼不见，对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反正然后另外一次是小狗的话，就是我爸就载着他去接我弟。然后就很好，然后一回来那狗就不见了。儿子，你说就是被车撞车祸那一只，对啊，所以我每次都没有跟宠物道别的经验，它就是突然间被别人弄不见了。天哪！所以你没有遭遇过离别这个状况？对啊，我都是就是被离别。哦，反正一回来它就不见了。对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是我今天想要聊宠物保险跟安乐的部分。先说阿杰没事啊，他刚还在前面吃猫草啊，越来越大只，对啊，健健康康的嘞。好，很棒。那会有这一集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大嫂她的猫就是年纪也大了，然后身上也长了一个肿瘤，对，然后有帮他开刀去把肿瘤拿掉。可是呢，他就反复复发，而且伤口不会好。然后我们就是看到他说，怎么一觉醒来地上都是血，对，有很多血这样子，然后到处滴，然后又加上他这阵子真的食欲几乎是没有，对，然后又痛到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痛，就是他身体会很僵硬，就是人痛的时候也会僵硬。就是在盯住的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痛完，然后四只脚没有力会抖，对啊，我们就想说，我大嫂跟我哥啦，他们就想说，那不要再拖了啊，对啊，不然他这样也很痛苦。对对对，就请安乐来这样子。宠物是可以安乐的宠物可以安乐哦，所以说人类不行，对，所以人类还比不如宠物。那我自己对安乐的看法啦，你赞同吗？你赞同安乐死吗？我觉得是必须要具备的其中一个选项。我我也是赞同说它应该是一个选择，而非禁用。对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你下这个决定，你会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强度。对啊，因为我觉得太艰难了。你要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就尽管他现在身体上是有病痛的，可是他还是一条生命。然后你要决定他的去留，这件事情对一般人而言都太艰难了。对啊。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为受折磨是他。对，就是你一味的想要把他救活的话，那他也是一直在那边痛苦。对啊，他还是痛，他痛还是痛，他没有办法。我觉得真的恢复身体机能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当你有亲身看过，就是深陷在于说要硬把活着还是做安乐死的人，你就会懂为什么我会想要有安乐死的这个选项。因为像我之前外婆就是处于这个阶段，然后他们就是选择其他的家人们就是选择把他想办法救活，然后我的外婆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在床上就是一直接受那些治疗啊，然后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等到他就是有亲戚进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用一下全力的，一直不想见他，或是不想就是打他干嘛的，对，就是有点像是在说为什么要把我救活，已经那么痛苦的感觉。以人类来说，与其这样
苟延残喘，然后有点狼狈没有尊严的活着，倒不如死得体面一点。因为反正你也知道说啊，其实后续也只是把你的命吊着。对啊，就是你也就没办法干嘛算成功活下来，那接着呢？对啊，你的所有功能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对啊，然后对啊，对啊，你有可能又复发，再重来一次这个痛苦的过程。如果今天我是那个当事人，我觉得不行，对啊，我觉得会要求对方直接给我安乐死。对啊，对啊，对啊，大家不要以为抢救过程中病人是无意识的，他是没有办法做出反应，但他是有意识的，他有感觉。对啊，这很痛苦你知道我没办法反抗，我没办法说我很不舒服，但我还一直要接受这个。对对啊，我有很多，也不算很多啦，因为我养宠物都会就是养到它真的就登出这件事情。但你不是也才养阿杰而已？没有，我之前养过很多小型的，就蝌蚪啊，然后蚕宝宝，然后还有斗鱼，这3种我有养过，对吧？然后都是养到它们生命终止。那很久了。对。然后阿杰算是我第一只养的稍微大型一点，然后寿命比较长的生物。所以蝌蚪他们的寿命是多长？2年而已啊？没有那么久啦。是啊，都这么短哦？就几个月而已啊。对啊。那阿杰真的算长哎。对啊。唯一养比较久的应该可能是乌龟吧，可是我乌龟好像是没有养到生命终止。应该可是乌龟寿命不是几百岁吗？对啊，我也是。对啊，海龟啦。所以一般乌龟是没有那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后来我忘记我那些乌龟到底后来去哪里，好像被我爸放掉了吧。回归大自然。对啊。那我其实也不止一次想过说，如果阿杰未来离开的话，我会怎么样？你有点哭，你也爆哭。我觉得我也会爆哭我可以理性上是可以理解说，生命都是有终点的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感情上我会受不了。我没有办法接受阿杰的离开。你虽然没有经历过离别这件事情，那你那个时候听到说狗狗出车祸，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就很难过啊。我觉得是还没有厘清当下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比较就是有点像状况外宕机那种感觉。到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说，狗狗真的走了对啊，然后就一定还是会难过的但可能那时候是因为还有很多课业东西要忙，所以就渐渐的被事情给冲淡掉这件事情对啊。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因为那只狗狗很可爱，我之前跟它也蛮要好的对啊。你们有留下任何可以纪念的？不行，我爸会疯掉。我爸那时候就为这只狗，然后一整年状态超不好，都不跟我妈讲话对啊。他就好像他很喜欢那只狗了，然后好像也蛮自责所以有帮他做墓碑啊什么的然后那些都是他自己处理然后他自己都不跟我讲后续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讲绝口不谈。所以在我们刚刚那样的讲的内容如果你现在有一只宠物，然后它生了很严重的病，很难治疗或是好不了了，你是有办法直接下安乐这个决定？会啊，我一定会，因为我看过被抢救的那个人的过程跟那个人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太痛苦了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让他活着，我觉得比较多是满足自己想要再看到他的心愿而非他希望他活着对所以我一定会做安乐死的决定虽然就是可能要背负到很多的骂名或是很多可能责任之类的对但我觉得再看他这么痛苦下去，再晚1秒对他来讲都是在痛1秒而已强留的话感觉更自私一点的感觉我的话呢，我会先挣扎我一定会先挣扎而且你有选择障碍对，然后就开始想哭了，你现在流眼泪了take 他的眼睛。我现在会很珍惜他皮的过程，因为等他哪一天老了，他跑不动了，他就不会这么皮了对吧？那我觉得我最终等你他咬了你的电脑，就不会这样想靠北你会气死。我觉得我最终还是会下安了这个决定，因为我更不想看他痛对你要怎么忍受你的宠物一直这样病恹恹的这样子没有活力，然后躺在那里，其实真的跟死了没有两样对啊那还不如就是让他在现在还没有那么狼狈的时候好好的离开对，好好的离开。你知道安乐是有到府服务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会过来你家帮安乐死其实不太意外，因为现在什么服务都有啦还有帮忙打扫家里还可以穿衣服不要穿衣服都有对我天现在就是什么服务都有的时代了。这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要去那个动物医院里面才可以有这个服务，就是安乐的这个选项的。那安乐的过程
我听我哥转述啦。刚刚那个到府服务也是听我哥讲的，我才知道说有到府服务这件事情。那你哥已经做了？昨天这么近期？对，昨天做安乐死啊？对，昨天就安乐死了。你会刚刚阿杰是看某个地方叫？我觉得他好像多多少少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生命的逝去，一定的。而且猫咪的感觉蛮厉害的。这件事情没有对我造成实质上的心理影响。可是呢，我从我哥手上接过那一桶饲料跟剩下的那一包猫砂，他剩下遗留下来的。对，我心里还是蛮沉重的。对啊，我会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在我手上重量就是真的特别重，对啊，尤其是其实我在执行的前2天，我还有看到猫猫，然后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去摸它，然后它看到我手就会跑不掉，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对啊，然后但是2天后它就是从这个世界登出了这样子，对啊。它那过程是怎样？是给它打药啊？我们来讲一下，好，那安乐过程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它会打镇定。你是开始哭了吗？你是回想的画面开始哭了吗？他是感性 boy 啊，卖哭，可是卫生纸好远哦。没有关系，我觉得有点好，稍微有点感伤啦。对啊，好，假如今天是阿杰，那真的是也蛮我一定会舍不得的。所以我会哭到没有办法录这一集耶。如果今天是阿杰，好，我不会哭了。他刚刚在那边打翻东西。安乐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会帮动物打一针镇定，就让他不要那么紧张。那在这个时候呢，猫爸猫妈就可以跟他好好说再见了。对，没错，把想说的话呢，统统都跟他讲。第2个阶段呢，他会打麻醉，让宠物停留在睡着的那一刻，然后接下来就是打最后一针，就是让宠物登出的，就是可以让心脏麻痹。对，那整个阶段就是这样子。其实过程也不会到太久吧，实际上是多久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执行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最久的时间应该是猫爸猫妈跟猫咪说再见的那个时间吧，应该是对啊。那你知道你哥跟猫咪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我觉得那是他们就是私事的，对私事的部分。对啊，那如果今天是阿姐，你有想对他说什么话吗？我觉得也不会说什么，说不出口。还是我觉得会是说不出口。你现在没办法讲出来说，可能要对他说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对，所以我没有去思考到这个部分。对，等到时间到，我觉得可能就会把所有的话都挤出来了。然后安乐后，你可以选择集体火化或是个别火化。宠物还有集体火化？有，毕竟小小一只的，对啊，就塞进去，大家一起烧一烧。你烧金纸啊！火化之后还有一个类似树葬的选择，他们是说会帮你撒在那个树根的周围。对。那我哥他们是选择个别火化，然后带回家。他们帮他挑了一个漂亮的盒子，我还没看到那个盒子长怎么样，所以放在家里哦。哇，那会一直回想起来耶。因为我觉得也是好啦，就是证明说有它存在过对吧？所以如果今天是你也会选择？我会带回家，我一定会带回家。而且我对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其实是死亡不可怕，被遗忘比较可怕，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就会需要有人记住你说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对吧？我对死亡的态度比较像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把骨灰带回家，我记得国外有一些选择啦，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请能用高压压缩把它制成宝石这么的富有选项。但那个好像没有到太贵，我记得。可是它宝石干嘛？你可以串成首饰啊。对啊，项链戒指耳环什么之类的，它可以加工成首饰，守护灵的概念。召唤。有一点啊，然后也有听过，这个我是听到是人啦，但我记得宠物也有，你可以把它骨灰做成黑胶唱片
然后会发出猫咪的叫声。是你可以选择要有一首歌，还是就是单纯靠它那个不平均的纹路去发出声音，这可以选择。哇，真的是什么服务都有嘞。对，这服务好特别哦。好，还有就是甚至是不烧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送到标本师那边把它做成标本，这个也有人做，而且这个台湾有我知道，因为台湾你可以去 IG 上面搜寻标本师，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标本师，我有看过很多作品啊，我记得也有一个是在接就是毛小孩过世之后，然后帮饲主做成标本的服务。对，你会想做吗？我不行耶，我会觉得就想让他好好走，因为我会觉得看到他那感觉又会回来。对我来说，如果台湾有可以做成宝石的话，你会想做成宝石？我会觉得做成宝石是 OK 的。可是你不是本身就没有戴什么首饰之类的，就是感觉好像是让他再耀眼一次对，这种感觉。对，我不一定要戴啊，我可以收着这样子。再来我想聊聊宠物保险的部分。对吧？你开始卖保险了吗？卖保险，你有听过宠物保险？没有你没有听过宠物保险？我也是捡到阿杰之后，我才知道说有宠物保险这个选项。其实我以前有想过说，为什么人有健保，但宠物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我捡到阿杰，我就去问我的业务说，你们有类似宠物保险之类的吗？专门给宠物用的。我这次跟我的业务要那一份宠物保险的DM，然后就详细看了一下内容。我觉得它的内容是蛮有趣的。就除了一般的看诊费，然后手术费跟住院费，它还有其他很酷的内容。第一个是宠物侵权责任。侵权？对，宠物侵权责任那是什么部分？它的意思是说，你的狗或者是你的宠物，它把别人的东西弄坏，或是它把别人咬伤了，然后对方跟你求偿，那这笔保险就会帮你去赔那个金额。的确蛮需要的。动物真的很容易把别的东西用坏。对啊，我觉得很酷。尤其是你可能狗狗你带去别人家，它可能会它可能会乱跑啊怎样的啊，把人家的电视机整个翻倒，这个时候我觉得有这个保险就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对啊，真的要。那还有一个是协寻广告费，就如果你有发传单什么的，那你发传单费用就可以从保险里面拿。那这个可以省下来，可以用我们上一集讲的那个2个找猫咪的方式。对啊，大家还没看可以去看哦。然后还有一个是被保险人住院期间宠物寄宿费。对，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生病的或是意外住院，没有人照顾宠物，那你可以把宠物送到宠物宿舍。那宠物宿舍这个住宿费呢，你就可以从保险里面拿。对，我觉得超级周到，我觉得而且他们想的蛮详细的。对啊，就是以现在养宠物这件事情这么普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东西的出现好像是势在必行的。对啊，还有个商机啦。对啊，你都没有保吧？我没有保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好像用不太到，对啊，但我后来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是会有一些用处的，尤其是你养一些纯种动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来自它这个品种先天性的疾病，你就要经过很多次治疗。那动物的治疗费真的不便宜。动物的治疗费很贵，没错，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健保。对。那你有这一笔保险，它可以帮你负担蛮多金额去的。一定的，这是保险的意义。没错。宠物的生命跟人相比是短很多了，对，非常短暂的。也许它只在你人生中出现10年，可是那对他来说是一辈子的，对吧？好感伤哦。还是要提倡说，领养代替购买，然后不弃养。那我们要直接进 ED 了。今天也没有那个歌单，为什么？没有摇摆歌单，因为有安眠曲的歌，或是那个就不摇摆啊。对啊，摇摆歌单就是要摇摆啊，而且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一点。对啊。我们进 ED 什么？ending。
请片尾，请唱歌，开始你的表演。第一季，对啊，第一季 ED， 第一季 ED 跟 OP。如果是要找第一季 ED， 你会想找什么类型的歌啊？喵喵喵喵喵电感应，可以，还真的可以哦。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歌，刚刚突然想到这个旋律。劝世喵喵，那是他歌迷吗？不是啊，是他的唱歌的人，演唱者好像就叫劝世喵喵。那首歌叫喵电感应。不觉得很可爱吗？没有。你知道 Pokemon Go 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台湾的吗？30年了，没那么久了。那个时候都还有智慧型手机，什么30？ Pokemon Go 游戏啊。我记得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吧，差不多10几年前了。好，那喵电感应这首歌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我会印象那么深刻？因为 Pokemon Go 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玩了。然后那时候我人在捷运上，我一边抓宝可梦一边听喵电感应。是怎样会抓比较好吗？会那个节奏喵喵喵喵喵电感应，我觉得超级扯，真的很荒谬。好，我们 ED 啦。你有宠物安乐的经验吗？或者是你有保过宠物保险吗？你也对宠物保险好奇吗？大家可以去找业务员问问。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呢，欢迎给5星好评 ，YT 也可以按赞、分享、加开小铃铛。没错，那橘子树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